们餐厅叫 Kina，Kina 其实在北欧语里面是 China 的意思，就是中国的意思。我们 chef 的理念呢，就是把中国的食材的风味来发挥到极致。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扎，把中国食材的风味发挥到极致的创意料理餐厅到底有多好吃？我想你们应该也很好奇。大家先点个赞，我们开始吃饭。这是我们的餐前小食，我推荐来先食用红色的一个甜菜塔。旁边的呢是一个照烧风味的秋刀鱼天妇罗，上面的是一个来自山西的小麦来制作的香草脆片。虽然只是一道小前菜，却也能感受到制作和用料的复杂，可见主厨想表达的东西非常多。至于吃起来的味道，给我的印象不深，有种吃了但没完全吃的感觉。这是一个饼嘛，小麦脆片，小麦脆片，山西的一个小麦脆片。这上面是虾干，上面的是温州的小虾。这个像一个小画一样，挺好看的，很香。很有小时候的味道，很有趣的吧，蛮好吃的。看你们上这几道菜的时候，我以为味道不会特别好。这是一道来自南海的野生深海鱼张红来制作的一道前菜。红色的部分呢，是我们选用的贵阳的羊河，它是一个姜科姜属的一个植物，偏姜的风味。上面还覆盖了白色的一个薄片是白萝卜，我们用酸甜的汁水来腌制它，切得很薄很薄，跟金枪鱼的鲜香味有点像。里面有点腌菜，酸酸甜甜的，蛮好吃的。这是一道鸭肝料理，我们是用真空的方式去处理它，它就会达到这样一个蓬松的状态，但它其实是绵密的口感，像是吃慕斯蛋糕一样，丝毫没有鸭肝传统的那种肥腻，取其风味，口感很像冰淇淋，咸咸的冰淇淋，鸭肝的味道很出来，现在嘴巴也都是那种香气。这是一道来自辽宁丹东的水果茄子，我们在里面呢有加入我们那边的坛子里面自己发酵的一个抠记米，抠记米呢就是米曲发酵的大米，通常日本会用来做味增啊、米酒啊这些东西的原料。茄子吃起来很冰，里面的馅儿也是酸甜口味。其实吃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前菜的节奏有点平，我的胃一直是冰冰的，这个时候应该要有个热汤了。在两位面前的呢是一个冷汤，是用来自内蒙的一个旱金莲一个草本植物来去制作的，绿色的小圆圈的叶子就是旱金莲。这个汤像不像抹茶？好复杂的味道，还真有点抹茶味，但是咸咸的，咸咸的。下一道主菜安康鱼，我们是用斑斓叶来包裹它，用苹果木来熏烤，所以说它会吸收非常浓郁的炭烤的风味。那安康鱼其实是一种比较两极分化的食材。如果安康鱼烹饪的不好的话，它的肉质比较容易老，而且有一点像橡皮筋一样的那种口感。我一般上这种菜，我对他们汤很感兴趣的。很鲜，有股海洋的咸鲜味，还有一些菇类的甜味和香气。这汤很好喝。这个摆盘上的骨头是安康鱼的牙齿，很锋利的。就是您吃的这一条鱼。哦，就这条鱼的牙齿啊？好吧，我以为你们这个是老演员。每个都不一样。还可以保留了安康鱼的嚼劲，但是又有安康鱼的鲜味。有点像吃很嫩的鸡腿肉的感觉，蛮好吃，不会老，不会柴，也不会腥，但是这个鱼肉味很野性哦，真的很狂野啊。它的咸度很深，就是你咬到它的肉的里面，感觉都是那种咸咸的海水味。我吃这安康鱼总是想起一位作家，海明威的感觉，《老人与海》，就是跟这是你跟鱼就是渔夫在跟大海搏斗的感觉。这是两位下一道主菜，那我们选择的食材呢，其实是大连的干鲍，40头的干鲍。我在其他餐厅，我在国外餐厅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用到鲍鱼，但是呢，看来看去还是中国的泡发海参啊这些技术是最厉害的。其实很多外国的厨师也会研究，但我觉得远远不够吧，跟中国的这一些技术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去比。大连鲍吃过很多，大连的干鲍没吃过，今天试一下，切起来也很软弱的，应该不错。来一块，好吃，但是口感有点偏硬，不是那么软嫩感觉。
香气还可以。给两位介绍一下，这就是刚刚你们看到的白花。那其实白花呢是属于深海鱼里面肉质比较细嫩的一种鱼。那我们选择的做法呢，就是把它的表皮先煎脆，然后进烤箱烤一下就可以了。下面搭配的呢是甘肃的阳姜做的一个泥，那旁边呢是鱼骨熬的酱汁。这熬酱汁的时候呢，我们放入了一点点的小西米。我刚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鱼挺正好，吃一下。我觉得那个安康鱼比这个鱼好吃。安康鱼就是那么不好做的鱼，这一道鱼给你做的挺好吃的。也是原汁原味嘛。这道鱼的鱼味很浓，这酱汁非常的浓郁。大家来猜猜看这是什么？我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脑海里直接蹦出4个字：秀色可餐。这是刚才为你展示的一个福建连城的白肉鸭，我们取的它一半的鸭胸，中间有一个浓郁的鸭骨酱汁，下面呢搭配了一个烩饭，我们是把传统的意式烩饭里面半夹生的米饭替换成来自西北的一个清迈人，旁边的一个粉末状的是板栗，我们熟成了40天的板栗，它的糖分在时间的作用下会变成黑色的，会增加一些焦糖的风味。福建连城的白雾鸭，之前都是炖汤喝的，烤得很好，它这个颜色看得出来很嫩。先吃一块鸭，火候确实好，吃起来就像鸽子肉，有很浓郁的那种禽类的鲜味和野性。烩饭肯定好吃。Oh my god！ 肉质鲜香，颗粒爆炸，清迈人做的烩饭实在妙啊！口感特别好，嚼到嘴里像爆米花一样，一颗一颗爆开。有种含苞待放的口感，酱汁的咸香味又很够，爽！这顿饭达到了高潮。Oh my god！可以 Oh my god 一下。用餐最后收尾的甜品也非常有趣，手工巧克力埋在漂亮的绿植里，是一种赏心悦目的感官体验。这家餐厅走的不是使用名贵食材的那个路线，我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手艺和创意。大家看下来觉得如何？好了，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咯，记得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拜拜。